山，高山催着俯首成朵花。天再高地再大，一颗女人心全装下。我若踏向火海，火海枯竭，万物又发芽。乾坤转风华，尽是女人天下。我若踏向火海，火海枯竭，万物又发芽，是女人天下。樊良死了，他是怎么死的？难道是爱一个人本没有错，但是樊良爱的却是安乐公主，注定她要惨遭毒手。你说，这是不是很可悲？悲，实在是可悲。安乐公主一直很信任我，还把我当成知心朋友。可是樊良死了，我却没有告诉他。我还一直对他撒谎，我希望他可以活下去。可是，一旦开始撒谎，这个谎话就要永无止境地说下去。我真的觉得愧对公主。我这样做，跟那些伤害公主的人又有什么区别？我是不是很可耻？你不要自责，我知道你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世人就总会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说一些自己根本不想说的话。但只要你清楚自己所干的都是善意的，就没有什么可不可耻的了。多谢君王爷开解。哦，对了，樊良葬在何处，也好让我看看他，祭拜他一番。就在京城外，西郊10里坡。难得我们在此一聚，我们何不尽情享乐一晚？这主意不错，龙姬，你觉得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当然奉陪到底。姐姐，我们两姐妹虽然同在宫中，但很少一起游玩，不如一起放水灯吧。好开心啊！开心就是要大家一起分享。着火啦！着火啦！这边着火了！哎呀，怎么办？这是不祥之兆。三公子，三公子，大事不好，仓库着火了。太子，太子，太危险了！太子，万万不可呀！放手！难道你让我看着他们就此烧毁吗？殿下，我是太子，收拾，等火扑灭了，我们再虚度后继吧。奴婢参见皇后娘娘，儿臣参见母后。免礼，谢母后。坐吧。母后今日前来，不知所谓何事啊？娘亲来看女儿，还要有什么事啊？母后不论做什么，不都有很好的理由吗？驸马呢？不知道。哎呀，听说你跟驸马貌合神离，
是不是因为母后是想说，驸马公然在此跟宫女淫乱的事吧？真有此事？啊？他怎么敢这样？真是色胆包天！色胆也罢，斗胆也罢，都与我无关。怎么无关呢？他始终是你的驸马，他怎么能这样欺负你呢？固然他是武三思的儿子，本宫也绝不会跟他善罢甘休的。母后，难得今天天气晴朗，女儿心情又很好，母后又何必为了此人大煞风景呢？好吧，好吧，不说这些。女儿啊，娘给你带来了一些上等的沉香，给。怎么样啊？香吧？这可是南海的沉香，焚燃少许，就可以芳香满室，有驱邪安神、养气活血、养心健脾的功效。真的不错，谢母后。母后，如今天干物燥，听说皇兄的仓库昨晚失火。小凡，你要谨记，弗然时一定要小心，知道了吗？奴婢知道。祸福无门，为人所招。太子以为奇货可居，他才囤积居奇，可没想到会遭到如此惨重的损失。这叫什么呀？这叫咎由自取。哎呀，可怜这龙姬被他连累。不过怪龙姬他自己看错了情势。可是皇兄已经跟吐蕃达成买卖，如今布帛尽失，如何向吐蕃交代呢？那就废了他这个太子啊！他已经当众夸下了海口，说如果不增加国库，就不当这个太子。这不正好吗？啊，一来如他所愿，二来嘛，跟吐蕃也有个交代。好了，不用你再费神打扫了。哦，是吗？哦，看你心事重重的，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没什么，我有一些衣服弄脏了，左思右想，就是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原来就这么简单啊！这么说你有办法？我不懂，我不懂，可是我知道有人会懂啊。是谁啊？上服局的赵上服嘛。对呀，无论绫罗绸缎，只要跟穿着有关的，他都懂。何止于此啊，简直是上通于天，下达于地，古往今来，唯雷族可堪比拟。他真的有这么厉害？别听他们胡说。不过他们虽然吹嘘的有点过分，可是赵上服的本事却是无人不服。如果连他也帮不了你，那谁也帮不了你了。那我一定要跟他请教请教。不过他一向有些孤芳自赏，这外人找他帮忙，多半只会碰得一鼻子灰。如果你真有求于他，恐怕你得花上一点心思了。无论有多艰难，我都要去试一试。这怎么回事？你说，刚制造给皇后娘娘的衣服，怎么会染了污渍？怎么回事？说呀！刚才奴婢一不小心把拿给昭容娘娘的杨梅弄脏了衣服，
求求你，赵尚福，救救奴婢，否则皇后娘娘怪罪下来，奴婢……你事事都这么粗心大意，迟早会害了你自己的性命，你知道吗？我知错了，求尚福大人念在奴婢跟你这么多年，一直尽心伺候，您就救救奴婢这一次吧，救救我吧！你随了我多年，应该知道我的为人，犯错我不怕，但是，我绝不能让任何人丢了我上福局的脸。奴婢当然知道，就是因为上次上宫局的柴上宫嘲笑我们给皇后娘娘新织的衣服不够华丽，所以这次尚福大人才会如此紧张。既然你知道了，就应该千万个小心呐！别以为我会轻饶了你，只不过眼下我是没有时间跟你计较了。我再问你一遍，你有没有按我的吩咐去做？先用硫磺烟熏过衣服。我有啊。来，打盆水来。是。简直光洁如新啊！好了，把衣服拿过去，撑起来晾一晾，等干了就好了。是。行了，你们干活去吧。是。赵尚福，你来干什么呀，孟思月？实不相瞒，孟凡有一事相求。第一，你跟我非亲非故；第二，你跟我们上福局没有任何关系。我为什么要帮你？赵尚福，赵尚福，怎么样了？少撒点颜料。是。清洁挂布。赵尚福。昔日太上皇最喜欢找赵尚福梳头，而我也有缘侍奉太上皇。舍妹小福呢，也曾经向赵尚福学习过梳头。总的来说，跟大人还算有缘，也不无关系啊。据我所知，近来孟思月是十分吃得开，由跟着安乐公主身边的小宫女，转眼间跃升为司虞局的司月。哎呦，这可真是可喜可贺呀！不过，你有本事跟我没有关系，跟我上福局更毫无关系。柴上公曾经对我说过，吃的事情找冯上师，穿的事情找赵尚福。上福大人对绫罗绸缎，还有喜运缝补无所不知。但是如果不知道的事情，上福大人是不会去做的。这什么意思啊？如果不管了，那就没人知道上福大人也有不知道的事情。嘿，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这丫头，刚才的话究竟是柴上公说的呢，还是你想用激将法来激我呀？谁说的还不都是一样？柴上公说过的就是说过的，但是我说的呢，知道被大人拒绝之后，也会有这般说法。站住！你听明白了，不是你的激将法高明，而是我上福局绝不容许任何人说三道四。你最好想清楚，我可以派个人帮你的忙，但是你欠我的人情，可迟早要还的。得人恩果千年记，孟凡一定知恩图报。
定是皇后的所作所为。现如今，还不是追查元凶的时候。眼下这些布帛卷增已经熏黑，根本不能复运吐蕃，否则的话会触怒吐蕃，让本来快要平息的干戈，反而功亏一篑。到时再起战事，百姓又要遭殃了。奴婢叩见太子殿下、郡王爷。不必多礼。你们不用再为布帛卷增的事情烦恼了。你叫我们不用烦恼，难道你有什么办法？我已经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替你们排忧解难。原来是上服局的人，难道你有办法把熏黑的布帛卷增还原本来面目？奴婢要先看一下，才可以确定。据闻仓库失火，朕想知道那些布帛卷增是否能如期复运啊？请父皇放心，绝对能如期交付。既然如此，本宫想亲自出去视察一下情况，太子不会拒绝吧？当然没问题了。好，既然没有问题，那就马上起驾。父皇稍等，儿臣还有要事禀报。皇儿，你这样吞吞吐吐的，好像是有心回避，难道有什么难言之处吗？皇上，此次交易已影响到两国的关系，微臣以为，皇上应起驾前去视察一番，以免有什么闪失。临淄郡王求见。传临淄郡王觐见。微臣叩见皇上、皇后娘娘。平身。谢皇上。启禀父皇，此乃仓库之内的布匹，还请父皇母后过目。若二位觉得仍不放心，二位可亲临仓库一看，便可知晓。璀璨艳丽，好。仓库失火，那些布帛捐增真的未受损？此乃托父皇、母后洪福，仓库之内布匹幸存无恙。既然如此，朕就放心了。福儿，真可惜你没有亲眼目睹刚才母后在大殿上的样子。我现在想起来还特别的高兴呢。殿下果然没有让福儿失望，这证明福儿还是很有眼光的。其实，我本来也以为这一关我过不了，以为这一切都会烟消云散。在那一刻，我才真正知道自己最珍惜的是什么。什么荣华富贵，什么荣誉权势，对我来说，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我最珍惜的，
你好坏。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才不相信你。你要相信我，他日我要让所有人都叫你一声太子妃。莫凡，郡王爷，这批布帛本来已经熏黑了，多亏了你的帮忙，才能恢复原样，否则我和太子都会凶多吉少。所以本王将这批布帛送给你。我接受你的心意。我的心意远不止这些。殿下，殿下，出什么事了？韦后一驾亲临献王府，说是要探望项王和殿下。事情不简单呢。我先赶回项王府。万事小心。今日得蒙皇后娘娘到来，真是蓬荜生辉呀！太子这次渡过难关，金库里面又多了不少金银，侄儿真是功劳不小啊！娘娘过奖了。皇侄愧受娘娘赞许，匡扶社稷，匹夫有责。更何况隆基身为大唐宗室，本就责无旁贷。难得侄儿不会邀功，可是赏罚是要分明的。本宫已请准皇上，想给侄儿在京外选一个地址，造一座府邸。这点功劳实在不算什么，隆基不敢受此厚赐。皇上已经开了金口了，你就不要再推辞了。侄儿啊，你想在京外的什么地方造府邸呀？隆基暂时没有属意之地，请皇后娘娘容侄儿随后禀告。那没问题，3天吧，3天之后应该没问题了吧？啊，没有。好吧，到时候啊，本宫会亲自陪你一起去选择地址的。难得皇后娘娘纡尊降贵，隆基叩谢皇上、皇后娘娘圣恩。好，那我们就等着那一天的到来。皇后知道，殿下暗中帮了太子一把，必然是殿下为眼中钉，岂会请求皇上赏赐府邸？这其中必定有诈。当日张柬之5人被封王后一出京城即死于非命，只怕本王一旦踏出京城，亦会步其后尘。既然如此，何不让方生带领兵马沿途保护？可是皇后说要亲自跟我去视察选址，如果这样的话，我便不能私自带领兵马前去。这皇后奸为狡猾，看来皇后早就料到我有此一招，如今只能另谋计策自保了。快准备兵马行事。
你说，娘娘如此行事，隆基他会有防范吗？他有防范又如何？本宫亲自跟他出京视察选旨，他敢带兵马同去？当然不敢，那可是大不敬的死罪呀！既然他身边并无亲信兵马，只要他一踏出京城，你就马上将他杀掉。他已和太子结党营私，图谋不轨，杀之死不足惜。总之，李隆基今日不出，他日必成后患。这次定要干脆的了结了他。假如皇后预先埋伏兵马，你这一去只有死路一条。不如你跟太子商量一下，共谋对策。太子冲动鲁莽，如果让他知道，一定跟韦氏硬拼，到时只会落得个玉石俱焚。那可以求太平公主啊。皇后最喜欢隔岸观火，坐收渔翁之利，我觉得她是不会轻易出手相助的。皇后最宠爱的是安乐公主，不过她比太平公主更难出手相助。安乐公主，京城外西郊10里坡。怎么样，不错吧？啊，你看，这一片可是一片福地呀，喜欢吗？非常喜欢。皇后娘娘，看来这里确实是大福之地啊。你可真是有眼力呀！哎呀，待他日福地落成之后，一定会天降鸿福的。但愿如娘娘所说。怎么像果儿的声音啊？曼亮，你为什么要丢下我？为什么要丢下我？果儿，曼亮，果儿，果儿，你，女儿，你在干什么呀？啊，果儿。果儿，你骗我！范良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要骗我？果儿，哎呀，果儿，听娘说，娘都是为了你好啊，果儿，都是为了你呀！走，回宫，来，听话啊，果儿，果儿，跟娘回宫，果儿，跟娘回宫，果儿，跟娘回宫吧啊，果儿呀！我要见范良，我要见范良！果儿啊，跟娘回宫！我要见范良！果儿，啊，果儿，果儿，果儿，隆基，快过来帮帮我呀！果儿，果儿啊，果儿！公主，皇后娘娘，御医已经给公主殿下诊断过。公主殿下只是过于激动，休养一下便无大碍，请皇后娘娘切勿过度忧心。果儿，你好好休息一下，睡一觉，乖，听话。贱婢，谁指使你把我的果儿害成这副模样？奴婢不敢。不敢？这个秘密本来只有你我知道，如果不是你泄露出去的，果儿又怎么会知道樊良已经死了？奴婢从未跟公主说过此事。你有没有跟别的什么人说过？因为樊良，
已经不在人世。樊良死了？他是怎么死的？难道是？把头抬起来，看着我。奴婢没有。再问有没有？真的没有。事关重大，奴婢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跟其他人说出这个秘密。真的？真的。要是这样，又怎么会那么巧呢？谅你也不等，起来吧。谢皇后娘娘。你在这儿好好照顾公主。奴婢遵命。小马，孟凡，找我这么急干嘛？我想见临淄郡王，你可以帮我吗？你跟他认识吗？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哎呀，不要啊！万一公主回来了怎么办啊？上次被他看见了，他都若无其事，你还怕什么呢？嗯？哎呀！畜生！你说什么？我说你是畜生，应该说你连畜生都不如。你敢再说一遍？畜生！畜生！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当日我为什么会娶你？就是为了能跟你母后攀上点关系。你要干什么我不管，可是不要在我面前干这种恶心的事儿。那你可以不看吗？这样我们可以相安无事。但如果你以后偏偏要给我找麻烦的话，就只能自讨苦吃。孟凡，你找我何事？安乐公主的情况如何？御医已经为安乐公主诊断过，还好没什么大碍。这下子我可就安心了。皇后娘娘为什么会跟你去京城外西郊十里坡？啊，那是因为皇上赐我府地，我跟皇后娘娘到那里视察选地。那么安乐公主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她又怎么知道樊良会葬在那里？我不知道。太子无意毁了公主的河灯，一直耿耿于怀。正好我认识造灯的工匠，所以让我来为公主引荐。放灯许愿，心诚则灵。其实皇兄何须介怀，当晚的事我早已忘了。虽然说河灯已经毁了，不过公主的一番心意，相信樊良泉下有知，也会感到安慰。我很清楚，
安乐公主知道了真相，对她会有多大的打击和伤痛？难道我会这样做吗？但是这件事情我只告诉过你，如果不是你，他又怎么会知道这个秘密？你在宫中生活了这么多年，难道不明白一个道理吗？就是任何不可能的事情，到最后，也都会有可能在这里发生。有脸来见我！你给我滚！给我滚！公主，是奴婢该死，奴婢不该一直瞒着公主。你给我住口！我不会再相信你说的任何一句鬼话了。公主，奴婢这么做是不想看着公主为了那个人一直消沉下去，所以才逼不得已。住口！够了！你们每个人都说为我好，为我好，根本都是骗人的鬼话。我不会再相信你了。你给我滚！你给我滚！公主，滚！三公子，武三思果然预先在后山暗中伏下兵马，欲对公子下手。若非公子机警，及时准备，后果不堪设想。安乐公主怎么样了？公主心神尚未完全平复，这阵子还在凤阳阁中，大闹脾气，谁也不肯接见。孟凡呢？公主生他气，恨孟凡一直隐瞒樊良的死讯，确实责骂了他一顿。不过，这只是一场小小的风波，相信很快就会雨过天晴。这个孟凡一向是很讨公主喜欢的。但愿如此吧。此次公子出此一招，也是逼迫无奈，出于自保，付出一点小小的牺牲在所难免。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只有这样才能。知道了。你继续替我留意着皇后和武三思那边的动静吧。是，属下告退。孟凡姐姐，啊，这琴被你抹来抹去的，都抹上好半天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对呀，孟凡姐姐，我今天看你好像魂不守舍的样子，难不成我们又有什么地方得罪姐姐了？对呀，没有的事，你们不要乱猜。你若真是遇到什么困难，不妨说出来，
多一个人分担也是好的。对呀，我们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什么臭皮匠？我要做也得做个香皮匠。你不是一向最会吹牛皮的吗？不做个臭皮匠，做个牛皮匠怎么样？牛皮匠，你才牛皮匠呢！参见郡王爷，参见上帝大人。免礼。谢郡王爷。襄王府日内将有宴会，孟思月，你和王爷商讨一下，谋定乐工当日表演的诸般细节。孟凡遵命。这里并无外人，你大可不必表现得这么拘谨。你应该猜得到，本王这次前来，只是借故探问一下你的近况。谢郡王爷关心，奴婢很好。安乐公主，她怎么样了？公主的情绪是有点差，不过主子偶尔对奴婢发发脾气，本来就没有什么大不了。更何况，奴婢的确是欺骗过公主。你完全是出于一片好意，又怎么能算是欺骗呢？公主会明白奴婢的苦心吗？如果你感觉在公主那边待不下去了，千万不要勉强自己。谢谢郡王爷关心，但眼下这个时刻，奴婢最担心的，就是公主能否受得住这个打击。我相信，岁月能抚平任何伤痛。以公主倔强的性情，即使伤痛可以平复，但是毕竟是奴婢欺骗了她，以至于我永远失信于她。